双子座12月换工作、换岗、调岗、跨界转型、更换城市、更换未来方向的运势很旺的，你们可能会琢磨新的出路，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在考虑，包括在事业当中或者是感情当中。所以呢，双子12月桃花呢，它是新人或者是刚认识不久的人的概率比较大。有伴侣的双子呢，双方的关系也相对容易受到他人的这种打扰啊，或者是参与当中。当然也可能是你去参与到别人的感情里面，比如说双子去劝架啦，去帮忙吵架，或者说你参与别人的一些婚礼啊等等之类的。总之呢，因为水逆了嘛，11月26日双子的这颗守护星水星就开始逆行了，所以11月末这10天开始到12月，双子可能就容易有这种口舌啊、吵架啊、冲突啊等等跟这种人际对话、沟通、写作、交通运输、健康等等方面的一些困扰。那这个水星会在12月16日恢复顺行，也就是说双子12月下旬的沟通表达会比上旬要顺畅，读书考试背诵的记忆力呢也是下旬的运更好，也有缘分跟这种书籍啊、哲学、心理学、人生成长等等方面靠得比较近，智慧会有这种开启，或者说你会变得豁达通透。工作学知来说呢，12月好的地方是新鲜刺激的地方比较多啊，可能会接触或者是学到没怎么了解过的一些人事物啊，就相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挑战的地方就是双子，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有准备的临时可能用不上，总有超出你计划外的状况，或者有些人就不按照你的方式来，有的也会遇到人事的变更就换人了那你因为你没有提前准备，所以呢你就会有些头疼和措手不及，因为需要临场发挥，也可能会遇到那种反水啊、变卦的一些情况。那这就需要双子开启智慧的小脑袋，多用一些技巧去应对。总之呢，这个月是挺需要双子察言观色，去考验你们情商的一个时间，也可以说就是你要学会干活。这时懂得参透人际关系或者领悟到一些知识考题背后的一些真谛和考试的逻辑呢，比卖力干活、卖力答题本身对双子要更重要。爱情和人际方面，双子12月适合亲远疏近，意思是一些近距离的关系要离得远一点，比如说朋友、同学、兄弟姐妹、伴侣，或者说爱哥妹的对象啊，这种要保持一定距离，可能会让双子更舒心一些，也许也会对应到他们容易给双子带来一些麻烦。那受水逆影响的双子也比较容易在11月下旬到12月感情面临一种分手或者是关系的生变，而相对远一点的关系或者是非现实当中的关系，偏精神层面的关系，反而双子这个时候可以放心一点，靠近一点去接触聊天，无需有负担。单身的话呢，12月其实比较难以专心在一段关系当中，容易挑剔或者是感觉到不是太满足，不太能够去确立稳定的关系。同时呢，因为双子12月外出运很旺，所以你们出去也是比较容易结交人的。那另外这个时候外出啊，交通方面也要注意。财运方面呢，双子容易在车子、电子产品类方面有花销。如果有想要买车、买电子产品想法的双子的12月不是一个好时机，毕竟此时水逆、火逆容易破财，可以等到明年开春火星恢复顺行之后再行动会更有利。美容健康方面呢，健康本身就是水逆期间需要注意的重点嘛。那双子尤其要注意一下呼吸道、支气管、肺这种发炎上火，还有这种内分泌冒痘痘啊这种，还有肌肉骨骼的这种酸疼，比如说腰背的疼、手脚的外伤等等。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肯定都是不适合的，等过了水逆、火逆再说会更好。那就祝所有的双子座12月摆脱纷扰，虽置身尘世，但超然物外，好运啦！我是安娜范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生活变。金牛12月呢是延续上个月下旬起的状态，或者是一些事情会在12月持续啊。这个在上个月的月运我也讲过。那这就代表呢，基本12月你们不会太开始什么新的计划，也开始不了，因为现在手头之前的各种事情已经够你们忙活的了。有的金牛呢也会进入到有一点点冬眠的状态，就是感觉自己效率啊、速度啊开始放缓，像进入到这种待机的状态，也可能是很想睡觉，觉得很容易犯困，或者是很容易被周围人击到，就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打扰自己，这就是行运的影响。那进入12月呢，我总结一下金牛的月度重点就是维持和清扫，你们基本在这个月就是要救急、灭火、收尾、扛责、还债啊。这个不一定指真的财啊，而是说你欠下的所有的东西，12月它都有一种找回来要你去偿还的感觉。或者呢，金牛会处在一种调理、调整自己的内在身心整体的状态的一种步调当中，之前消耗的一些身体和精神呢，这个时候也是要还的。因此金牛12月，如果你想要去偿还或者是赶工的话啊，这个月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补救机会。那12月金牛除了跟一类体系会有所接触以外，跟这种金融啊、财务体系也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工作、读书、生活、感情当中呢，金牛的状态比较两极啊。你会发现，要么你就全当看不见、听不见，就不管，让自己麻木不仁，那你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 OK。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管，一旦开始去理会、去做事情，你就会整个12月停不下来。你会发现太多东西要顾了，就这也要弄，那也要弄，也很容易有这种情绪发脾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会感觉到不公平、不对等，别人不理解自己。这个情况其实从11月的末10天差不多就开始了，特别要注意和家人啊、团队啊以及原
原来就打过交道的这种客户、合作方等等人的一个互动，可能会有冲突。受到水逆的影响呢，金牛也要非常当心这种是非啊，可能会存在某种勾心斗角啦、算计啦，对于财务、合同、各种记录等等这种进出啊，要多留一个心眼会更好。本月呢，金牛特别容易跟这种老旧故以及土地建筑搭上边，比如说需要去面对搁置许久未处理的一些老问题啊，还有这种老乡、老同学、老熟人、老客户、老情人的一些互动联络还有家里的这种父母老人，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自己的照顾关怀，以及房屋有关的故居啊、故乡啊等等。简单来说，这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月份，而是回顾往昔的月份。这也意味着呢，金牛不适合在12月做工作生活当中跟未来相关的决策和计划，比如说换工作啊、辞职啊等等，这个都不是很建议。可以等到1月份，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未来在哪里，想去哪里。12月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金牛以明哲保身，易折服。有的金牛可能也会容易焦虑内耗啊，但是不用太着急，因为你们的运这个时候就是欲速则不达。那一切呢都会在12月末那一周，也就是水星恢复顺行1周之后，金牛的工作生活状态开始有新的变化。1月份呢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改变。不少的金牛呢应该都会在年底那一周写新年计划，或者是做一些假期安排，计划旅个游、度个假什么的。行运看的也是很鼓励你们这样去做的。另外呢，12月也要注意隐私、秘密、过错被揪出来，或者是翻旧账的情况啊。感情和人际方面是金牛这个月需要注意的重点。前面提到的一些容易犯小人啊、口舌是非啊，这里要注意。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受到质疑，或者是你去质疑别人。那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呢，就是你这个时候要揽下责任，以付出更多、做得更好的方式去回应、回击他们。就你对我不满意，那我就做得更好，这样呢就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说这样做公平正义才会回到金牛这里，也能够获得让伴侣啊、家人啊等等人的这种理解和回馈支持啊。只是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就是金牛12月你要先给出去，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回流的过程，就回向到你这边。只不过呢，这个来回它有一定的一个周期，因此呢，金牛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有这种筹谋的态度，不管是在工作人际还是在伴侣家庭人际里面啊，都是需要去注意这个点。那桃花呢，12月容易在原本的关系里面打转，比如说刚提到的旧人、熟人，就算有新的桃花，桃花质量也不是很高啊。12月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事业、读书上面，其实对金牛更好。或者说你多去单位、多出门、少宅家，也能够提升金牛的运气。财运和美容减重来看呢，12月都略显不按牌理出牌啊，一有冲动、带有强烈情感的这种花销或者是进食，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整个团队、为了店铺、房屋等等，你的荷包就大放血了。或者是你的一个减脂方式是3餐少1餐啊，这种它不会是一种很常规的那种餐餐减脂餐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式。金牛会主打一个就是你认为该花该吃的啊，12月一定不会亏待自己、亏待身边人，但是你会在别的地方节省或者是控制自己，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笔的一个金额的这种进出。同时呢，受水逆影响，金牛12月会因为某种原因停下来去检视自己的身心健康或者是财务情况，比如说做检查、控制指标等等，是挺需要对自己更负责任一点的时间。管住自己和不管住自己，12月结果会相差挺大的，包括对于财务的管理，在这个时候对你们也有所考验。那就祝所有的金牛座12月沉着冷静，不厌其烦，厚积薄发，花逢时就发，好运啦！我是艾拉帆老师，用心理心学更好的引导自身生活，拜拜。